本以为燕回时只是简单的家宅古偶，是一部披着复仇外衣的爱情爽剧，直到大结局放出所有人在烟花下定格的画面，才发现是自己小看这部剧。结局下的秘密。刚开始我一直觉得这部剧是基于庄寒燕的视角来展开的，但直到庄世阳死在密道里，我才发现这30集的剧情从来都没有基于某一个人的单独视角，任何一个人都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对于庄世阳的结局，剧情里交代的是他自尽了，可在我的视角里，我所看见的是庄世阳躲进密道被周如茵杀了。那时周如茵从密道出来，脸上被溅到的血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在庄寒燕收到的书信里，庄世阳是死于自尽。对于庄世阳结局的真相，我们心里很清楚，同样庄寒燕的心里也很清楚，不点名也不戳破，就是想让那些被庄世阳困在宅院一辈子的女性角色都能有为自己而活的坦荡与勇气。每个人都能是自己人生的掌舵人，他们可以是冲破枷锁骑马肆意欢笑的庄雨山，也可以是抬头挺胸一袭红袍守住心中家园的周如茵。在这里，我能看到他们的清醒与独立，以及那份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就如同庄寒燕躲进一户人家，受到女主人阿兰的庇护，与其说这一幕是跟9亿人联动，不如说是属于2个时空独立女性的那份思想崛起。不像所谓的俗世命运妥协，拿起登文谷的锤子，为自己为爱的人站上高台。结局的尾声，庄寒燕和家人们在同一轮月亮下肆意欢笑，欣赏烟火的璀璨。那些我曾经以为是大梦一场的美好幻想，是宇文长安推着袁希文缓缓的出现，是庄宇驰跟母亲和姐姐的一家团圆，也是傅云熙松开庄寒燕的手，走向那规律般的死亡阵线上，如此清晰地将生死线画了出来。一边是活着的人，另一边是早已经不在的人。傅云熙所站的位置说明他下线的结局。就在我以为这一切都仅仅是暗示傅云熙的结局时，却低估了编剧的格局。因为周如茵的脸上没有伤疤，这就说明这一场看似圆满的烟花赏宴也是庄寒燕的一场梦。但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庄寒燕给自己结局的一个圆满。他爱的曾经都在，爱他的也从未抛弃，如同他初时心里所盼望的一样，不过是想要有个家而已。兜兜转转的30集里，庄寒燕也有了她自己的家，有傅家夫人和二姨的疼爱，有把自己视为亲女般疼惜的周如茵，也有把她当作母亲的阿芝。故事的最后其实没有刻意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但我觉得更为难得的是属于庄寒燕的遗憾没有延续到下一代身上。还记得阿芝曾经问舒红姐姐，什么才是京城贵女？看完这属于庄寒燕的一生，我心中也有了答案。贵女2字，一如庄寒燕曾经所说的那般，并非金银之贵，亦非王宫之贵，而是身处逆境却永不言败的品格之贵，是身为女子却敢于冲破礼数藩篱，束缚规训的勇气之贵。不管是袁希文，还是苗贵妃，甚至是姚望舒，我都能在她们身上看到属于女子的那份清醒自持。而当阿芝说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京城贵女时，在一旁远远听见的庄寒燕和傅云熙相视一笑，他们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贵女2字背后的枷锁。可与其规劝阿芝放弃对贵女的向往，庄寒燕更愿意成为阿芝失意时那个给予她力量的后盾。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替他做选择，而是让他能够无所畏惧成为他自己。人生有那么多的可能，为何非要拘泥于家宅一隅？他可以像庄雨山一样策马肆意，也可以像柴静一样开船出海去见识天地广阔。人生从不被标签定义，也不应该被定义。而傅云熙也不能因为过去的一场婚姻，自此困在姐夫的标签之上。起初就因为这个标签，让我很排斥傅云熙的人设，觉得他是庄寒燕的姐夫，觉得他不是我所理解的那般对待感情的从一而终。可直到结局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有多狭隘。女子尚且都能有决定自己人生的肆意潇洒，为何傅云熙就一定要困于姐夫的标签里？对于阿芝的身世，其实剧中已经不止一次言明她是傅云熙和庄雨晴的亲生女儿，可当时的我却偏执地以为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内情，而如今却明白傅云熙不过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心动的人，而这个人恰好是庄家3小姐而已。我一直觉得阿芝跟庄寒燕很像，都是年少失去母亲的人，
唯一不同的是，阿芝有一个很爱她的父亲，但也因为如此，阿芝才没能成为第二个庄寒燕。论算计和手段，小年纪的阿芝可以在听到爹爹和母亲不知如何进齐王府时，假意想上学，实则暗中将齐王的儿子推下小荷塘，以此给父母换来见面的机会。他很聪明，有过人的胆识，也有天真浪漫的纯粹。我想，幸好他从小在傅云熙身边长大，有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不然长大后的阿芝，她不是也会变成巨于算计的家宅女子。好的家庭环境是可以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就拿庄宇驰来说，如果当初的他没有被父母骄纵，或许也能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那么庄寒燕呢？她的养父养母是什么样的人，成为全剧我最好奇的地方。如果说养父母是恶人，是会动手打骂他的人，那么就凭他在这样的地方成长，又如何能够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又是如何拥有不凡的眼界和学识？这30集的剧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反而在结局最后，庄寒燕没得及说出的秘密，给我们又蒙上一团迷雾。庄寒燕不是真的庄寒燕。还记得结局的最后，庄寒燕告诉傅云熙，说自己还有一件事骗了他，还莫等继续说下去，就被傅云熙打断。他说不必再说了，过去如何不重要。从傅云熙的回答中，我想他大概是知道庄寒燕口中所指的秘密是什么。刚开始还以为他们是在秀恩爱，直到庄寒燕的饰演者陈都灵在剧外说出那句还没讲完的秘密，才发现导演的安排有多么细致。他说导演当时写了一个版本，他并不是真的庄寒燕。那么真正的庄寒燕在哪里？而他又是谁？剧中关于阿芝母亲的谜团还没有解开，庄寒燕临近结局口中的秘密又笼罩上来，这哪里是古偶剧，明明是悬疑剧啊！我都已经3刷结局了，现在还只是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罢了。不过如此一来便也说得通了，庄寒燕被养父母毒打这件事是真的，在村子里街坊邻居都颇有耳闻。那么他又哪里有时间和闲心了解外面的世界，接触大家闺秀的名门规矩，甚至是晦涩难懂的学识？所以由此可见，现在的庄寒燕还真的并非是真正的庄寒燕。那么真正的庄寒燕又在哪里呢？虽说剧中没有明确交代，但结局最后单独给了柴静一个镜头，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柴静会不会就是真正的庄寒燕？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也不是无中生有，实在是在那个偏僻的村庄，根本没有外人会来，而庄寒燕唯一接触的朋友就只有柴静。那么按照他们相识的经过来看，会不会当初落水的人不是柴静，而是庄寒燕？如果真的如此，这么一来，很多细节也就能说得通了。现在的庄寒燕意外落水，遇到寄养在养父母家中的真千金，为了救她才有了后面代替真的庄寒燕入京认亲。又或者真正的庄寒燕早已经被养父母害死，而她只不过是一个合适的替代品。然而不管她是谁，真的庄寒燕又在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袁希文因为她的出现收获了难得的圆满，虽然很短暂，但也足够美好。她给很多人的生命都带去了一束光，明媚耀眼，温暖又治愈。不管她是谁，是不是真的庄寒燕，在这30集的剧情之下，名字从来都只是一个标签，从来都不能决定她是谁。只要她想，她定能活成心中那个璀璨模样。正如傅云熙说的那般，过去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好好活着，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家。